朋友们，咱们今天先说一个特别吓人但也特别普遍的现象。很多查出高血脂的朋友，从医院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把家里的花生和核桃统统扔进垃圾桶。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担忧，觉得这坚果一咬下去满嘴滋滋冒油，自己本来血脂就高，再吃这些油汪汪的东西，那简直就是给本来就堵塞的血管火上浇油啊！如果您心里也有这样的顾虑，或者您家里的老人也正在这么干，请您先赶紧停下来，把心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听一句最中肯的劝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错的极其离谱的巨大误区。今天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只要咱们吃的方法对，花生和核桃这些坚果不仅绝对不会成为咱们血管的沉重负担，它们反而是咱们用来强力清理血管垃圾的最得力助手。那些真正导致您血管一天天变硬，让您的血脂常年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其实根本不是坚果，而是悄悄隐藏在您自以为非常清淡的一日三餐里。很多朋友为了把血脂降下来，为了能长寿，那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严加防范，甚至花大价钱去买什么冬虫夏草和燕窝海参，结果呢，却偏偏把那些真正的健康杀手恭恭敬敬地请上了自家的餐桌。咱们今天这期干货就是要给您的餐桌和血管做一次最深度的超级大排雷，帮大家把那些暗藏杀机的隐患一个个全揪出来，同时把那些真正自带长寿基因的平民神药给您盘点清楚。在咱们正式开始揭秘之前，如果您也是家里负责买菜做饭的顶梁柱，如果您希望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能得到最靠谱的呵护，请您先顺手点个关注。医学知识浩如烟海，讲得太深奥大家听不懂，所以全过程咱们只用最通俗的大白话给您掰开揉碎了讲。如果您觉得今天这番苦口婆心对您有哪怕一点点启发，请您务必在评论区回复一个数字1，您的每一个1不仅是最大的鼓励，更是能让大数据的力量迅速运转起来，把这份可能救命的健康知识精准传递给更多正在被高血脂和衰老困扰的朋友们，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善事。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解决大家心里最纠结的那个大疙瘩，确诊了高血脂之后，到底还能不能放心大胆地吃坚果？临床上给出的最坚定建议是，完全可以放开了吃，但吃的时候必须讲究兵法和战术。这背后的核心医学底层逻辑，其实就好比咱们在社会上经营人际关系，大家都知道，身边的朋友分为能帮你的益友和专门坑你的损友。您总不能因为害怕出门交到坏朋友，就狠心断绝一切社交，把自己死死关在小黑屋里，对不对？同样的道理，咱们身体每天都必须消耗脂肪，而医学上早就把脂肪分成了好脂肪和坏脂肪这两大阵营。咱们先来认清到底谁是咱们身体里的那个损友。这里的坏脂肪，主要指的就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您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群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他们进入身体后不仅绝对不干一点正事，还要疯狂搞破坏。当这些恐怖分子进入咱们的血液循环之后，他们特别喜欢也特别容易死死地沉积在咱们原本极其光滑的血管内壁上。久而久之，这些越堆越厚的沉积物，就像是咱们家里常年不清理的老水管生了厚厚的铁锈和水垢一样，慢慢就形成了医学上常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会直接让咱们原本像皮筋一样富有弹性的健康血管，变得像冬天里干枯的树枝一样，又硬又脆，一折就断。血管的管腔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窄，血液在里面流动的阻力越来越大，这就等于给咱们的心梗和脑梗这些要命的心血管急症埋下了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这类坏脂肪是咱们每天必须严防死守，绝对不能让他们进家门的危险分子。那谁又是咱们身体里最忠诚的益友呢？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不饱和脂肪酸。这可真的是个难得的好东西，在医学界，大家常把它生动地比作咱们血管系统里的特种清洁队。这个特种清洁队进入身体之后，主要负责执行2项极其关键的救命任务。第一项任务，它能强力协助咱们的身体把那些已经死死沉积在血管壁上的坏胆固醇给代谢掉。第二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它能够大幅度提升咱们体内的好胆固醇水平。大家可能对好胆固醇缺乏概念，这好胆固醇啊，就像是一辆马力十足且不知疲倦的垃圾清运车，它能在血管里不停地巡逻，
主动把血管壁上那些致命的胆固醇斑块一块块铲下来，然后严严实实的打包好，直接运回到咱们人体的加工厂，也就是肝脏里面，进行彻底的分解和代谢。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恍然大悟了吧？咱们控制血脂、追求长寿的真正精髓，根本就不在于盲目的追求一滴油都不沾，而在于学会精准的筛选，要千方百计的多引入那些能帮咱们干活、能当垃圾清运车的好脂肪，同时坚决把那些搞破坏、当恐怖分子的坏脂肪狠狠拒之门外。把这个底层原理讲得明明白白之后，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花生和核桃，您就知道为什么说它们是被大众深深误解的好东西了。因为如果咱们用营养学的微观视角去放大看，它们肚子里装的恰恰都是优质不饱和脂肪酸的天然大宝库。除了花生和核桃，像杏仁、腰果，还有咱们平时做菜用的昂贵的橄榄油和菜籽油，虽然它们摸起来滑溜溜，质地都是油，但它们的核心成分全都是这种能死死保护血管的好油。而且坚果对血管的保护绝对不是单一的，它是全方位多维度的。日常给大家做饮食指导的时候，常常会强调坚果里还悄悄藏着3个极其厉害的秘密武器。首先，第一个武器就是极其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吃进肚子里之后，就像是一块吸水性极强的海绵，能直接在肠道里牢牢吸附住那些多余的油脂，不让它们进入血液。其次，第二个武器是植物固醇，这东西简直神奇到了极点，它的分子长相和咱们讨厌的胆固醇几乎一模一样。当它进入肠道之后，它会去跟坏胆固醇疯狂地抢座位，只要植物固醇把座位占得死死的，那坏胆固醇就进不了咱们的身体，血脂自然而然就容易控制住了。最后第三个武器就是大名鼎鼎的维生素 E， 这是一种极为强效的抗氧化剂，它就像是给血管穿上了一件防弹衣，能极其有效地防止血管内皮发生老化和受损。国内外有大量如山铁证般的循证医学研究都明确表明，那些长期保持适量摄入坚果习惯的人群，他们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比那些一点坚果都不敢碰的人要低得多。当然了，再好的东西也必须讲究金标准，也就是严格的剂量限制。很多朋友抱怨说吃坚果降血脂失败了，甚至长胖了，往往就是因为没管住嘴，没控制好那个量。根据咱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权威建议，结合多年的经验，给大家定一个死规矩，那就是每周吃坚果的总摄入量必须严格控制在50到70克之间。这到底是个什么具体的概念呢？大家不用去买秤，平摊到每天大约就是10克左右，用咱们的手来衡量，也就是您手心稍微虚抓一把的量，大概相当于1到2个带壳的核桃，或者是7到8颗巴旦木。如果您偏爱吃花生米，那也就是一小把，大概10几粒，这就绝对足够了。这里的核心心法就4个字：细水长流。要每天都坚持吃那么一丁点，以此来维持血液中好脂肪的稳定浓度。千万不要想起来了就抓着半斤花生猛吃一顿，然后接下来的半个月看都不看一眼。这种暴饮暴食的极端方式，反而会引起体内血糖和血脂的剧烈波动，对血管造成极大的冲击。最后还有最容易被大家忽视，却又最为致命的一点，那就是到底怎么吃。俗话说得好，如果烹饪不对，那营养可就全作废了。强烈建议大家在吃坚果的时候，必须严防死守2个不可逾越的原则。第一，必须雷打不动的首选原味。当您在超市的货架前选购时，请您务必养成一个好习惯，把包装袋翻过来，死死盯住配料表，最好最纯净的配料表里应该只有核桃仁或者花生仁这孤零零的一项。凡是包装上花里胡哨写着什么盐焗、炭烧、蜂蜜、奶油味的，请您一定要慎重购买，最好直接放下。因为商家为了追求极其诱人的口感，往往在里面添加了大量致病的盐和糖，这会给咱们的高血压和高血糖带来巨大的隐患，直接把坚果本身那点可怜的健康效益给完全抵消掉了。第二，必须坚决拒绝任何高温油炸。咱们拿最常见的花生来举例，它最好最安全的吃法，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水煮，或者是干脆剥了壳生吃。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住那些娇贵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活性。一旦这花生下了滚烫的油锅，被炸成了下酒绝配的酥脆油炸花生米，那可怕的高温不仅会瞬间破坏掉珍贵的营养素，
甚至可能直接催生出要命的反式脂肪酸。而且花生本身就含有油脂，再吸饱了外面的烹饪油，这就彻底让它从一个除暴安良的血管清道夫，变异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血管堵塞剂。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朋友们！除了坚果，为了让咱们不仅能稳住血脂，还能活到90岁、100岁，咱们还得好好平反另外9个被无数长寿老人亲身验证过的平民食物。这第一位平反的就是水果界里的全能冠军苹果。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这绝对不是瞎编出来糊弄小孩的顺口溜。在心脑血管和神经内科的眼里，它简直就是大自然免费赐予的平价保护神。咱们上了年纪最怕血管堵塞和老年痴呆，而苹果就是这2大杀手的天然克星。苹果表皮和果肉里富含神奇的果胶，这简直就是强效天然消炎药。它能直接穿透血脑屏障，死死护住大脑神经细胞，防止它们被自由基氧化发炎，让你脑子到老度清清楚楚。它还能像柔软的小刷子一样，把血管壁上的胆固醇刷得干干净净。所以别管红的青的，每天洗干净连皮啃一个绝对错不了。第二位平反的是肉类家族里的心血管绝对守护者——鱼肉。经常苦口婆心劝高血压老病号，红烧肉大肘子赶紧停了，去菜市场买鱼吃吧。大量医学研究证明，经常吃鱼的日本人和爱斯基摩人，比起天天吃牛羊肉的民族，患心血管疾病的比例小得惊人。因为鱼肉里藏着珍贵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人体自己根本造不出来。它进入血液就是最高素质的清道夫，能疯狂降低甘油三酯，减少血小板聚集，不让血栓形成。只要每周吃3顿鱼，或者每天保证30克，突发中风的风险能整整降低50%。这可是任何昂贵降脂药都做不到的奇迹啊！第3位平反的是活的维生素 C 丸，草莓。中老年人抵抗力差，稍微受凉就感冒，这时候最缺的就是草莓里的维 C。它能极大激活体内白细胞的战斗力，把入侵病毒杀个片甲不留。草莓里还富含铁，能合成血红蛋白，气血一足，免疫力自然水涨船高，这就是一件香甜的免疫铠甲。第4位平反的是咱们中国人的老熟人，植物界的蛋白质之王大豆。老了思维下降，出门忘带钥匙，别吃什么神仙保健品，多喝豆浆吃豆腐才是正经事。大豆里满满的都是卵磷脂和维生素 B 族。大脑神经传递信息靠的是乙酰胆碱，而卵磷脂就是合成它的最重要原料。吃了大豆等于给大脑神经加满了油，不仅脑子转得快，它还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最完美肉类替代品。第5位平反的是饱受争议的辣椒。长辈总觉得吃辣上火伤胃，这是个天大的误区。红辣椒里的辣椒素能强烈刺激身体产热，大幅促进全身新陈代谢，加速脂肪疯狂燃烧，这是大肚腩中老年人的福音。适量吃不仅不伤胃，还能刺激胃液分泌保护肠胃。一点辣都吃不了的，那就吃甜椒。甜椒里惊人的维 C 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是预防癌症和延缓衰老的绝佳武器。第6位平反的是西方长寿食谱的中流砥柱——牛奶。这是最接近完美的天然食品，是流动的营养补给站。高蛋白好吸收就不说了，最核心的是极其容易吸收的活性钙。骨骼就是个钙质银行，老了拼命往外取。如果年轻时不喝牛奶底子薄，老了肯定骨质疏松。每天1杯温牛奶，是保障80岁还能腰板挺直走路带风的关键一步。第7位平反的是被极度冷落的廉价小人参——胡萝卜。它在餐盘里常被当配角，最后倒进泔水桶，这简直是暴殄天物。胡萝卜凭什么叫小人参？因为里面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身体衰老就是被自由基氧化的过程，就像铁生锈一样。而贝塔胡萝卜素是最强悍的天然抗氧化卫士，能在细胞层面建起坚不可摧的防线，保护基因不被破坏，从源头降低细胞突变妨碍。但是千万记住，生啃嘎嘣脆或者榨汁喝是巨大的浪费，吃进去90%都直接排出来了，因为它脾气极其顽固，是脂溶性的脂溶鱼油。唯一能发挥10成10功力的吃法，就是切碎多放油炒软炒透，或者切滚刀块跟带肥油的肉炖1个多小时，让油脂充分包裹释放它，进了肝脏转化成珍贵的维生素 N， 这能像天然润肤乳一样，彻底解决老年人秋冬皮肤干巴掉皮屑的痛苦，更是合成视网膜感光物质的关键原料，
能强力滋润眼球，缓解夜盲症，让您70-80岁还能眼明心亮，看清小孙子的笑脸。第8位平反的是中国人的骄傲——绿茶，在长寿食谱里地位至高无上。为什么单挑绿茶？因为它未经发酵，完美锁住了最强大的健康基因儿茶酚，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茶多酚。这东西是心脑血管和前列腺的坚不可摧保护伞。血管用久了长满像水垢一样的胆固醇沉积，而茶多酚就是无副作用的天然血管清洁剂，能强效溶解斑块，降低血液粘稠度，保持血管弹性，让心梗脑梗躲得远远的。它还能极大概率预防男性高发的前列腺癌。里面的微量咖啡因还能像添了把火一样加速内脏脂肪燃烧，但是必须注意剂量，每天至少得喝4大杯，大概800到1000毫升才管用。而且神经敏感怕失眠的朋友，下午4点之后千万别喝，换成白开水，这样既享受红利又不毁睡眠。第9位平反的是香蕉，别怕它甜，里面的果胶和膳食纤维能拉起保护膜，不让糖分疯狂进血液，血糖高的人偶尔吃半根没事。它真正厉害的是镁元素宝库，中老年人半夜腿抽筋睡不着，就是缺镁，吃1根就能补足1天所需1/6的镁，放松肌肉，缓解神经，简直是量身定制的长寿果。第10位平反的绝对是个狠角色，地里长出来的抗生素大蒜。很多人嫌弃它吃完嘴臭，连话都不敢说，但大蒜素有着极其强悍的广谱杀菌能力，每天1-2半生大蒜能杀灭呼吸道病毒、防流感，还能刺激衰退的消化功能。在心血管领域，它更是清道夫级别的神剂，能极其有效地降低胆固醇浓度，净化粘稠血管。怕辣心就拍碎了拌凉菜，为了多活几年，必须得逼着自己吃。好了，朋友们，讲完了红榜和长寿法宝，接下来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要带着大家把日常饮食中那些看似美味，实则暗藏无尽杀机的隐形杀手，一个个无情地揪出来。为了死死守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健康，有5类食物不仅要高度警惕，更要直接拉进餐桌的黑名单，它们就是脑梗发福的幕后始作俑者。第1类隐形杀手，高胆固醇食物。很多人把胆固醇当洪水猛兽，其实它是构建细胞膜的基石，少不了它。但可怕的是，血液里堵血管的坏胆固醇太多。人体胆固醇绝大部分是肝脏自己合成的，对于血脂异常的中老年人，调节能力变弱，就像个装满水的水桶，外边再倒一点就全溢出来了。临床指南的死规矩是每天摄入最好死守300毫克，这就像每天的健康预算，花超了就得透支生命。可餐桌上有3大刷卡大户，只要露面分分钟刷爆预算。第1大户当之无愧的胆固醇之王，动物大脑。老一辈讲究以形补形，爱吃口感像豆腐一样吸满红油的猪脑花。朋友们看数据吧，每100克猪脑胆固醇高达2500毫克以上，吃上一口就是全天推荐量的8倍还多。这哪里是在补脑，这简直就是给血管疯狂灌水泥啊！这些无处安放的胆固醇在血液里游走，最后全死死糊在血管壁上，想血管不堵成早高峰的2环路，这口腹之欲必须忍。第2大户是动物内脏，猪肝、肥肠、猪肺、鸡心，爆炒腰花溜肥肠嚼劲十足，但每100克猪肝藏着近300毫克胆固醇。中午贪嘴吃1盘，今天明天的预算全花光了，晚饭连个鸡蛋都不敢碰。而且内脏是解毒器官，全是重金属和药物残留，这笔账算下来亏到家了。第3大户是蛋黄、蟹黄和鱼子。鸡蛋是完美的，但一个蛋黄200毫克胆固醇，血脂高的朋友不能雷打不动天天吃，一周控制在3-4个才安全。今天吃黄，明天只吃白。至于秋天的满黄大闸蟹，那说白了就是脂肪和胆固醇的浓缩炸弹，一年吃1-2次尝鲜可以，一顿造3-4个当饭吃，接下来1周血脂都别想降下来。对待这3类，能不碰就不碰，吃蟹多吃肉少吃黄，吃鸡蛋学会算全天总账。第2类更可怕的杀手，反式脂肪酸含量高的食物。如果饱和脂肪是小混混，那反式脂肪简直就是潜伏在血管里的恐怖分子，对血管的破坏是毁灭性全方位的。它作恶极其阴毒，叫双重打击，不仅疯狂拉高堵血管的坏胆固醇，还把保护咱们的好胆固醇给狠狠打死。不仅往血管里扔垃圾，还把清洁工给活活赶走，导致斑块迅速堆积，是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真正元凶。
而且它在体内代谢极慢，吃一口几十天都排不出去，蓄积毒性让人不寒而栗。他还是个伪装大师，经常换马甲藏在保质期极长的加工食品里。去超市买东西必须拿显微镜看配料表，只要看到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人造奶油、植物黄油、起酥油、代可可脂、脂脂末、奶精这些化名，哪怕包装再好看也立刻扔回货架。它有3大重灾区，第一个是精致西式糕点，奶油蛋糕、老婆饼、牛角包，为什么能咬一口掉渣层层叠叠入口即化？因为天然黄油太贵没这效果，全靠廉价人造奶油起酥油，代价就是您的血管越酥越掉渣，反式脂肪越高。第二个是街边油炸食品，炸鸡、油条、麻花，反复高温加热的植物油分子结构全变了，那根油条就是吸满反式脂肪的海绵。第三个是廉价奶茶、速溶咖啡，那丝般顺滑的奶香跟牛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全是脂脂末，喝进去的就是反式脂肪溶液。想吃点心自己拿好油做，想喝奶茶自己用红茶加纯牛奶煮，拒绝加工食品是必备技能。第三类严重杀手，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它虽不像恐怖分子，但也是心梗、脑中风直接推手。最大坏处是让血液变极其粘稠，像给血管壁涂了厚厚一层猪油。主要藏在3个地方，第一是动物脂肪，肥肉、五花肉、肥牛扣肉，白花花的油脂全是它，带来的满足感对高血脂是致命的。第二是动物外皮，鸡皮、鸭皮、猪皮，别信吃皮补胶原蛋白的鬼话，皮下全是肥膘脂肪，看着香其实全是油，必须撕掉。第三是某些植物油，千万别以为植物油就都健康，椰子油和棕榈油的饱和脂肪比猪油还高很多，方便面、饼干全用它防腐。看到棕榈油必须留心眼。在家做饭怎么控制呢？血脂管理指南建议每天烹饪油总量控制在20到25克，拿起白瓷汤勺比划，1瓶少10克，大概就2勺半。听好了，一天3顿饭全家人平摊就这么多，3口之家一天总共只能用75克油。给您3个实用操作：一是吃肉挑肥减瘦，多吃低脂肪的白肉、鱼虾、去皮鸡肉、瘦牛肉。红烧肉、大肘子只能逢年过节打牙祭，千万别当家常饭。二是食用油花心一点，别一桶花生油吃半年，菜籽油、葵花籽油、橄榄油换着吃。猪油偶尔增香一点点可以，但别顿顿吃，更别炒肉。三是极度警惕奶白浓汤陷阱，老一辈逼着孩子产妇喝熬成奶白色的骨头汤、鲫鱼汤，觉得营养全在里面，错得离谱。那诱人的白色根本不是钙，就是脂肪被打碎悬浮在水里的乳化结果，原理跟洗洁精洗盘子一样。汤越白脂肪越高，喝下去的全是饱和脂肪和嘌呤，高血脂必须撇干净，服油喝清汤，想补钙喝牛奶吃豆制品强1万倍。第4类诱发脑梗的隐患，高糖食物。很多朋友不沾油水血脂也高，推手就是糖。肝脏是勤恳的物流中心，糖分一多血糖飙升，胰岛素处理不完的会被肝脏重新打包转化成叫甘油三酯的脂肪，这是让血液粘稠诱发胰腺炎的核心指标。吃进去甜甜的糖，在血管里就变成了黏糊糊的油。含糖饮料可乐、冰、红茶、果汁就是液体糖罐，一瓶就超3天总和。甜点雪糕更是糖和反式脂肪双重杀手。最要注意的是吃着不甜的红烧肉、鱼香肉丝，厨师为了上色提先放了海量的白糖，这是隐形陷阱。赶紧把饮料换成温白开或淡绿茶。想吃甜，吃有膳食纤维包裹的天然水果，做饭利用洋葱、胡萝卜天然回甘减糖。第5类严重杀手，高盐食物。盐不直接变脂肪，但它是高血脂最得力的开路先锋。高盐导致水钠潴留，引发高血压。血管本来是光滑柏油马路，血压一高就像重型卡车日夜疯狂碾压，把路面压得坑坑洼洼、粗糙不平。血液里流动的胆固醇泥沙本来滑过去了，现在全卡在坑洼处慢慢沉积成斑块，所以高盐就是在给血脂堵塞血管铺平道路。含盐大户，第一是老一辈最爱的腌制咸菜、腊鱼、咸蛋，钠含量重灾区。第2是加工豆制品，腐乳、豆瓣酱、豆豉，小小1勺盐分惊人。第3是防腐调味的话梅、海苔、薯片、零食，还有最要命的隐形盐，挂面面包里有，味精、蚝油、酱油里全是。做菜不放盐，光倒蚝油、酱油照样超标。每人每天食盐最好控制在1个啤酒瓶盖以内，多用天然香料、葱、姜、蒜、花椒、柠檬汁、醋去借味。
买东西一定要瞅一眼营养成分表那的数值高低。好了，朋友们，今天这极其硬核的内容直接关系全家老小的命，咱们赶紧做个最精炼的红黑榜单干货复盘。红榜平反区，第一是被冤枉的原味花生核桃，每周几十克不榨不盐焗，那是清道夫，方式决定性质，剂量决定毒性。第二是10个平民长寿药，护脑苹果护心鱼肉，免疫草莓煎脑大豆，代谢辣椒强骨牛奶，防癌胡萝卜清血管绿茶，安神香蕉杀菌大蒜，每天变着花样端上桌。黑名单大盘点区，必须赶出家门。一是高胆固醇的猪脑羊脑内脏过量蛋黄，二是藏在酥皮点心廉价奶茶直至末里的反式脂肪恐怖分子，三是肥肉动物皮棕榈油等让血变稠的饱和脂肪，四是甜饮料糕点隐形糖这些变成黏糊油的源头，五是咸菜加工肉等破坏血管内壁的高盐帮凶。最后还有4句掏心窝子的宏观医嘱送给大家。第一，必须认清现实，尊重衰老规律。年纪大了，机器引擎转得慢了，年轻大鱼大肉能消化，现在全堆血管里了。控制总量7分饱绝对是金科玉律。第二，极度警惕味觉欺骗，老了味蕾退化觉得没味是正常生理现象，千万别玩命放盐放糖透支健康，多放醋放蒜去提味。第三，聪明优化烹饪手段，牙口不好别只盯着炖烂的肥红烧肉，多用蒸煮把瘦肉炖烂，蔬菜切碎，好消化饱营养还不吃油。第四，100%相信科学，远离坑人的偏方。高血脂是慢性病，没有一吃就除根的神药，老老实实去医院复查遵医嘱服药，建立好饮食习惯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今天这番苦口婆心如果让您醍醐灌顶，请您一定要点赞关注，更最重要的是把这篇文字通过微信一键转发给您的家人、老伴儿和身边经常乱吃的老街坊们，让大家别再在餐桌上互相伤害了，把这份科普转发出去，让更多人吃出健康，吃出长寿，绝对是功德无量的大善事。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一副干净通畅的好血管，胃口大开，无病无痛。咱们下期不见不散。